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的备役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823，那整个大罢免算正式落幕，当然包括公投的投票，那所有的罢免案呢，全部都没有过，从726一直到823，那31-0全部都维持住了。但是另外公投这部分虽然25%的门槛没有过，但也开出了400多万票。那当然这里头，那对于核三研公投呢，同意票是远大于不同意票，大概2倍左右吧。那有人就讲说，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执政民进党政府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警讯呢？尤其像你说核三公投的这一部分，就算在南部地区，那也开出了很多的一些同意票。那这到底未来大家会怎么看？可是这朝野是不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所谓另外一个时代，就是前面所有的罢免这些全部都过了。那现在呢，包括民党政府要怎么样去重整战场的过程？那对于蓝白阵营来讲的话，在立法院还是一样朝小野大。那在未来呢，下一个会期，包括预算会期啦这些，那未来又会是怎么样？那当然一开始要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在823，整个罢免案这些全部都落幕以后，包括赖清德赖总统，包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包括民众党黄国昌主席，也都分别针对这些发表了讲话，让你听一下。来，我们要郑重的呼吁，即刻释放被政治收押的柯文哲主席及国民党党工，用公平、公正的审判取代押人取供、政治收押，重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我希望朱立伦主席可以充分了解，就是说政策可以对话合作了，但是司法独立性我们必须尊重。这个时候对任何一个案件，政党领袖有太多的琢磨，其实都没有必要。在赖清德主政下面，司法独立早就成为台湾目前最大的笑话了。未来在国会，台湾民众党会推动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是我们下个会期第一个重要的议案。来，关婷是好，整个罢免全部都已经落幕了。那不管你说结果是怎么样，那当然立法院还是维持现在这样的形式。那核三公投这个等一下大家也会讨论，但有没有注意到朝野领袖，尤其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重点直指这一句话，而且他要赖清德政府即刻释放被政治收押的柯文哲跟国民党党工。黄国昌直接讲，民进党下个会期会推动成立调查委员会，所以重点就摆在这。包括陈佩女士脸书也发了一个文，就直接指说你们到底好，第一个赖清德你要自证你没有涉入所谓的司法这一块。另外呢，他也讲说，你们大家都谈了这么久，柯文哲被压了1年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先讲哦，就是823的结果，当然蓝白的各自的解读各取所需。可是对我们执政党而言，赖清德总统在第一时间出来跟大家，其实是有正面回应这件事情的。我首先讲哦，就是说，社会大众当然有认为我们执政需要检讨的声音，赖清德总统是正面跟大家回应，甚至直接表达了会有4个调整嘛。就第一个调整，会人事改组，内阁人事改组。第二个调整，会调整施政的顺序，包含大家比较重视的经济民生会放为优先。第3个事情会调整行政跟立法的互动。第4个调整会调整国家的财政体制。我觉得这个是有去正面回应到，就是无论是726、823，还是说公投的结果，包含是说未来如果有新式的能源、新式的核能，也不会去排除。你刚刚讲那个话，赖清德总统讲的，包括立法行政的互动，是意思就是尊重目前朝小野大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这势必要这样嘛。我跟你讲重点，就是我讲白话，刚才这4点翻译成白话，我的看法哦，对，就是接下去几年呢，我们要正视一件事情，就是立法院蓝加白大于绿，是所以就是这样嘛，对，这是嘛，对，就现实了嘛，对，所以蓝加白大于绿的状况底下，我们怎么施政，然后施政到让人民有感。那赖总统讲了这4点的调整啊，所以我第一点我要讲这个是态度了，我还是要先讲给大家听，不是说什么这个你公投没过那个这代表我们大势力没有，我们还是虚心认为说应该要调整，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朱立伦他的要求，前面几点什么对于民进党的批评啊，认为说我们该怎么调整啊，其实我们都会尊重，什么能源啊、经济啊、民生啊、权力分立，这我们全部尊重。
但是我觉得，是刚在这里，等一下也许可以帮朱主席跟大家回一下，可不可以请朱立伦教我们？就如果朱立伦是总统啊，怎么放柯文哲？教一下。真的教我们一下。就我听到那句，我是傻眼的。你要赖清德总统释放柯文哲，不要讲朱主席啊，在座我们任何人当总统，你教我们怎么把一个现在被羁押当中的一个被告，他怎么放出来？我们翻遍6法全书，这总统没有这个权利啊。不，武哥，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想要请教。武哥，我真的不知道能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赖总统后来在开记者会的时候，媒体就问到这一题嘛。那总共记者问了7个问题，其中有问题问这一题，我觉得赖总统回得很好啊。就他怎么可能去评论个案？然后呢，要尊重司法的独立。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觉得很多要检讨的点，大家都有交集。我觉得赖政府也表达了，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可是放柯文哲这一点，可不可以不要闹了？就是说，可不可以给司法有一个自主性？可是我觉得他们知道，朱立伦还不知道他讲这句话。赖清德总统只能这样回吗？知道吗？为什么一定要讲？不，他就是要操作一个啊，柯文哲好可怜哦，柯文哲被压在里面呢。你看赖清德都迫害他，你看压人取供，不，这个东西就是鸡飞城市讲到底嘛。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建设性的话题。建设性的建议，你看朱主席其他讲的，哎呦，回归权力分立啊，重建能源安全啊，抢救经济啊，我觉得这都具体可以讨论嘛。那你说立即释放柯文哲，我跟你讲，我相信朱立伦不是那种打嘴炮乱讲的人。朱立伦敢讲，他一定有他的方法。立即释放柯文哲怎么放？好了，还加码，立即释放国民党因罢免案遭羁押的党工。那你教我们怎么做嘛？总统没有这个权利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讲一个政治语言，然后这也许等一下思刚可以回教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内部也讨论了很久哈，很多我们党政人士大家讨论的，就是也许有6法全书哪一条我们没翻到，总统有权利可以放柯文哲，教我们。好，朱立伦当总统，那怎么还是说假设是卢秀燕当总统，能怎么放柯文哲？你教我们嘛，就没有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谈一下黄国昌哦，黄国昌老实讲，他的推的这一个核三重启的公投。以票数上是失败，可是一个票数失败，各自解读。因为黄国昌无论他这个案子有没有过，他在430万票已经超越柯文哲的360几万票，以及超越了上一次核四重启公投的380万票，他都可以声称是他的胜利。所以我觉得。你要声称你的胜利，然后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没有过啊，但是赖总统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数字400多万不能忽视，所以我们能源政策也愿意调整。我觉得这一些是实的，可是我觉得黄国昌夜深人静要面对是自己啊，就是当最近大家挖出来不对啊，我现在不跟2018年黄国昌辩论，我说台湾民众党的主张，2018年的时候当时4个公投案，民进党是4个不同意，而民众党有2个同意是。反莱猪跟真爱早教跟民进党立场不同，可是民众党有2个案子是跟民进党的立场是一致的，重启核四，民众党是不同意的，所以黄国昌不只是你不同意重启核四，当年的民众党也是不同意重启核四，结果你现在话锋一转，你不只是黄国昌，从当时不管是在时代力量的黄国昌，当时也提案，包含说公投绑大选，说不同意。这个去公投绑大选，民众党也不同意公投绑大选，然后结果现在话锋一转，就是变成不同意重启核四，变成同意去重启核三，以及我特别要提公投绑大选，今天这一个案子没有通过500万的门槛，黄国昌最后归责于是因为没有公投绑大选，可是不对啊，当时无论是时代力量黄国昌还是民众党的立场。都是不同意公投绑大选的，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无法面对自己。为什么？你以前你所属的政党是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以前你自己的黄国昌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那但是现在他很简单，他只要把这件事情把它操作成就是真正的原因，那接下去他就在立法院嘛，不管是提修法嘛，然后还是继续操作司法迫害，就变成拿到他政治要的一个养分。来，志刚直接回应一下吧。第一个。刚才冠廷讲说，接下来赖政府会正视朝小野大这件事，行政立法之间，你会乐观的看待未来吗？第二个就讲说，希望朱一伦或你教他们怎么放柯文哲。好，第一个啦哈，其实朝小野大这件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事实上呢，去年的2月1号就发生了。如果去年2月1号，民进党就开始，比如说跟在野党就有一些立法上面的沟通，然后呢，凡事你就不要都是
彼此相互较劲，然后呢，你提出的我就反对，然后开始呢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去罢免这些立委。我相信这1年半以来，整个政局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的胜利，也不是蓝白的胜利，我觉得是民众告诉民进党说，对，过立法院里面就是朝小野大，就是这个政治现实。他不是说我觉得国民党或者民党表现多棒多棒，所以我们要支持。他只是告诉大家说，请民进党正视现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代价很大。那再来，我想这个司法的部分哦，我想这个冠廷或者这2天很多民进党朋友都拿这个做文章啊，哦，就这就是一个移转话题。虚心请教。我就跟你讲嘛，这就是一个普遍大家民众的感觉啦。感觉这1年半以来，就政治力介入司法的这种阴影，这种感觉很深、很重、很厚。没有，那我觉得大家就这样子。那我想今天任何的对政治、对司法有粗浅了解的人都知道，当然不可能下令，不能下令把这个柯文哲来那个。他只希望柯文哲还有一些过去一些涉案的一些党工，我们只剩下3个人有机会得到公平的审判，特别是这些案情都不是太复杂。哦，说这个现在只剩下伍丽华的案子，3位党工在屏东看守所，那都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嘛。那都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嘛，就应该停止羁押，然后呢，让他们回到自己可以的位置去帮自己做 defense。那我觉得柯文哲也是一样啊，他去年8月到现在快1年了，1年左右，1年时间了。那我想金华城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案子啊，那相关人等该调的、该问的也都问了一轮啊。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应该停止羁押，让他好好的去面对司法上给他的指控，让他有机会去做辩驳。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司法法律国家给予每个人该有的权利，我觉得就是这样而已。不是啊，今天大树下的阿北聊天，当然可以讲说啊，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朱立伦是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是立法院的最多数党的党主席，他讲的话一锤定音啊，是社会要讨论的。我举例啊，今天有人在路上说，庄你好胖哦，我说哪里胖？你告诉我。连这种事情，我要说我肚子胖，我脸胖，我哪里胖？他讲要求立刻释放柯文哲，这是要认真讨论的事啊。所有的媒体标题全部出来，我觉得是刚才讲我可以接受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些声音啊，觉得说柯文哲是不是压太久？大树下的阿北可以这样讨论，党主席可以这样子影响司法大家不要都跟黄国昌学坏。黄国昌他们是公然的影响司法，没有给司法一个透明的空间，一个公平的空间，一个自己自主的空间。而国民党的朱立伦在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全部手下的立委，他本来是可以把他高度全部拿出来的。这个国家往哪里走？结果他所有的标题，你看，这样认真讲，所有的媒体不是我们见风达成了，媒体的标题全部都下朱立伦冒号立刻释放柯文哲，这变成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诉求，所以我是真的很诚心的问说，你们到底希望我们怎么做？可是我们听完刚才施刚讲也知道嘛，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啊。没有一个具体的法源的依据，台湾是法治国家，这是不能这样子做的。有任何政治人物讲说要影响司法、行政权或总统的权利，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嘛。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施刚提到，就是说所谓的互动啊，我认为会有一个质变，我是比较正向的。我认为经历了就是726或823，虽然国民党立委没有被罢掉，可是实际上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如果你违法乱纪，如果你毁宪乱政，或者是你太过分的提案，人民是会对你有声音。我相信有声音是大家也都接受，就是会有一股声音认为说你不能这样做。那有一个人力量就会变强，这个叫韩国瑜。其实我特别要提，就这几天的大家的谈话都一直有点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这段日子以来，行政院跟立法院院长之间的沟通是很顺畅的。韩国瑜跟卓荣泰院长的沟通是没问题的，而他们两个也有非常多例行不管是私底下合法的程序管道是沟通的。那如果两个沟通那么顺畅，为什么会行政跟立法这么卡？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多可以讨论的哈。这个总统讲的话叫调整行政立法互动，坚定守护国家利益，期盼朝野更多对话。我觉得这可以慢慢讨论。那我相信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我们也都会检讨，就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沟通可以更顺畅。我相信会往这方向做。我补一句啦，就是好，就是就算卓荣泰跟韩国瑜两个人沟通如何顺畅，但是他如何去下达到底下真正在运作的党团，这才是关键嘛。我这两个老板讲得很好，很棒，在底下的这个所有的干部还是彼此互丢石头，那你怎么弄？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说，在过去这1年半，民进党党团的互动模式，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天柯建铭，他说他觉得他不应该走，他觉得他对这个民进党是有功的。那比如说这样的石头，民进党要怎么搬开来？我觉得这个是徐小新不是把他留下，或是你要留下来也 OK， 留下来我们也乐观其成。就是你要去怎么去改善这样部分党团的运作，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将军，阿北似乎变成未来蓝白跟绿营之间大家很重要的一个攻守关键了。对，希望怎么会是在阿北身上呢？希望柯文哲放出来，真心希望柯文哲放出来，可能只有陈佩琪了。一定。我说实话，只有陈佩琪。其他的朱立伦喊，你觉得他不是真心的吗？朱立伦，他后面还加了一个，有100多个党工一起释放，国民党党工，对，那才是重点。他只剩3个嘛，压的啦，压的，大家要起诉嘛，为了要起诉，其实那党工才是朱立伦关心的事。可是他如果专门只讲这3个党工，好像有一点狭隘，所以一定要把那个柯文哲统包进来。对，所以他心中顾虑的是那些党工，为什么？那是他主席任内发生的事。如果他今天这3个党工或这些起诉的党工100来个党工，他不当主席了，这些党工对朱立伦会感恩还是感谢？还是恨？恨，真的会恨。你拍屁股走了，我们呢？所以朱立伦希望他在主席卸任之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断。就是让这些因为伪造文书或者是死亡联署被起诉的党工，看能不能换个不起诉，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将军，这个是司法的一些的案件。对，就算他觉得希望在任内能够尽量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当那口号一喊出来说立刻释放柯文哲跟国民党，然后因为那些案子被压这个党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政治攻防了。而且他是直接用政治收押，他直接定义下来。当这个政治收押4个字一下来以后，整件事情就变成大家在讨论这些了。对，就是要讨论。对啊，那这怎么办？就是要以前那个年代还记得。有8个大字有没有？那个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对，以前的那个年代，有很多人要去选的过程都会打这几个大字。那现在变成也是这样，可是毕竟大罢免，所有人全部都守住啦，全部都守住以后，那变成蓝白气势这么旺，所以这些司法的案件就要跟着这样的氛围走吗？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白的或者是部分的蓝营，他认为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是一个政治办案。那可是呢，这一些党工。有哪个是搞政治的？他没有，他只是志工，他只是党工，所以他被压以后，他的朋友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政治事件？那你就伪造文书啊，你就有抄嘛，甚至有些人是家人都知道他在抄嘛，对，所以他刻意要把这个所谓的伪造文书一个刑事案件，把它转成一个政治迫害。那当然呢，朱立伦还有一个担心的啦，就是如果朱立伦10月份真的顺利。如期很好的交棒，那这些党工都把朱立伦咬出来，朱立伦也不是党主席啦。因为那案子还有在办的，还有在办呢。就是现在有些人放出来，那不是没事了，是进入司法程序嘛。对，那已经起诉了嘛。那起诉一审如何，后面那慢慢再来走。但如果有一个党工看朱立伦，你也不是主席了，你现在也不是主席了，没有，主席叫我做。如果有一个人咬出来，那朱立伦既非主席，也一介平民。还会有人报他吗？那就是新闻咔咔搅一个小新闻。朱立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所以就只有现在，他只剩现在了。我还是党主席，先叫板卢秀燕，卢秀燕不接，然后侯友宜没兴趣，反正国民党里面看来有实力可以把国民党带向2028重返执政的，一律没兴趣。那出来接的人都是对2028没兴趣的。你不觉得很怪的政党吗？当年民进党最惨的时候是谁出来接党主席？我记得没错是蔡英文啊，他出来扛啦，而且也不是一次就选上总统啊，他后来才有他这个选赢朱立伦当总统的这回事嘛。那可是国民党现在看来很风光，哇，31个都保住，没有啊，那31个本来就可以继续当到2028年的，那只是因为有民团出来罢免，
那你也没有罢掉民进党任何一个啊。国民党有罢掉民进党任何一个立委吗？连议员都没罢掉，所以也0-0嘛，就是回到原点。这个事情罢免的事情对民进党有没有伤害？重伤，真的重伤。不是民进党推的罢免，可是这所有的失败全部记在民进党头上。我认识很多绿营的支持者，超焦虑的。这2天不看新闻，不看政论节目，连那个社群脸书都不看。焦不焦虑？很焦虑。不是这2天了，已经很久了。从726以后吧，从726到现在，但是823以后更严重。823更严重，那怎么会有400多万人出来投同意票？这更严重。那你说民进党要不要？我说方向不变，脚步要调整。好，可是这个就后面大家会讨论到说，民党要怎么样去，包括清理战场，怎么样要去重整。然后蓝白在立法院，刚才思刚讲的也是，因为蓝白从去年开始就是多数啊，这是到现在，因为整个罢免等于回归到原样。那赖总统也讲说，那当然行政立法之间好这样一些互动，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慧珍是佩琦好了，你说陈佩琦女士。张军刚讲的，其他人有没有其他心眼，我不知道。但陈佩琦一定是衷心希望她老公能够早点交保啦，或者出来。然后，所以她在脸书上面也发了一堆嘛，甚或她要赖清德总统说，你自己证明，你自证，你没有介入司法，你告诉我，你就所有这一切。而当陈佩琦一直在呼喊着说，他到底犯了哪一条罪？这些不讲别的，小草看了心里面一定也流血啊，不是吗？小草会不会流血？我觉得小草其实本身他已经没有在关心他的案子到底真伪，或者是有没有收钱。我觉得小草这么支持柯文哲的主要原因，一个是说他可能对于执政党的不满，那他认为柯文哲是可能比较能理解他们的，国民党可能很多的语言然后各方面不是他们要的。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悲情啊，好像是政治殉难者，所以他已经有一点被变成是对曼德拉的曼，就是变成是信仰，你相信他，那所以他更是往这个方向去走。可是我会觉得，刚刚他们不是讲吗？说什么如果没有就让他放出来，我不理解为什么关很久就要放出来，他有承认吗？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承认任何事情啊，他连他的那个妙天收了1000万。他连那个300万，邱佩玲300万，他连那个彩飞，邱佩玲是200万，彩飞轮的300万，邱金章那是300万，对，是300万，他看起来是不争执，那有说清楚钱去哪里吗？那为什么人家是给党的，为什么是你个人用？那再请一下，现在已经8月25号，那请问一下陈佩琦，你在去年的8月22号，你人家问你有没有去看小宅什么的，你发了一个脸书，然后非常长，晚风徐徐，有没有看豪宅？有啊，有没有看商办？有啊，有没有看小宅？有啊。请问你哪来这么多钱？而且你说你有看，结果4天之后被林妍凤给踢爆，你根本就已经买了，不是只有看，是买了。所以对于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最基础的质疑，你有提出任何解释吗？没有啊。这里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在柯文哲执政的时候，有一个殡葬处的副处长王文秀，他就是全身名牌，然后后来就被人家说也是跟厂商有一些勾结的问题，然后收了多少钱。结果后来呢，他除了收贿的这个罪之外，他有另外一个是财产来源不明罪。然后后来就被人家说也是跟厂商有一些勾结的问题，然后收了多少钱。结果后来呢，他除了收贿的这个罪之外，他有另外一个是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呢，他的3年之内他所得大概300多万，结果他竟然花了900多万。就他900多万里面，检察官问他说：“哎，你钱哪来的？”他说：“我老公给我的，我谁给我的。”她老公说：“我没有给他。”所以就是检察官就说求处重刑嘛。那同样的啊，请问你。就算是金华城案先不讲，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那么多的案子，你在2020年的3月到2020年的10月，密集的用 ATM 哒了60几次，存了600多万，钱从哪里来？你也都没讲啊。那凭什么你关了久，你就要放出来？你没有承认你犯罪啊。如果因为他是柯文哲，因为他是那个在野党的一个前党主席，你关很久，你就要放出来。我跟你讲，全台湾大乱，因为所有诈骗集团每个人就都不讲啊，都不要承认啊，就不讲啊。然后呢，关了1年就要放出来吗？
可以这样吗？这不敢相信哎！你有哪一个案件是你说清楚，你有讲明白，然后大家现在是所有人都说我有钱给你，请问你是公务人员，怎么可以在市政府里面收钱？这种行为你还要高温吸警？你知道，有时候我就觉得台湾现在已经道德沦丧到连政治人物连这样子都还有那个脸这边给我们演这种戏。这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会吐血。以前哦，像做这种事哦，平亚崩的哦，太可来哦，躲去山上不要见人，因为你们全部 A 的钱，你为什么可以 A 这些钱？别人为什么要给你这个钱？是因为台北市民让你去当市长的，人家给你当市长是希望你改变台北市，不是希望你来因此哦，好像怎么样奉旨托钵一样，然后到处去跟人家要钱哦，然后。你说你要死要活，你说你快活不下去，你孩子还在国外周游列国，不断的玩配对，所以啊，我都心里想说啊，你们现在是啊，你小孩子也都没有回来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觉得越是这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我们是民主国家，陈水扁被关了6年多，好不好？对，他是后来有一些情况，然后被关6年。你看，凭什么叫做他关1年多要放出来？然后再来，你说那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而现在也说什么其他的242人，他们为什么犯法的？不是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好像还没有人咬到他，是不是？因为党中央我们现在用党中央因为党中央有人指示，所以他们才去做。所以他们是犯了什么法？他们是犯的是平庸的邪恶，就跟当年他们有一些就是说是谁下令啊？希特勒那个是有人下令啊，那我们其他人全部就是只是执行而已。那谁下令？不是党中央是谁？看起来大家会没有太大疑问，就是党主席吧？那你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你到底有没有下令让你242位党工进行这一个假联署的行为啊？我觉得现在整个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是，好像因为你们有社会地位，好像你们有权有势，好像你们有人挺，好像你背后有很多支持者，所以你们犯的法通通不算犯法，这让人家看了真是觉得整把火就烧起来，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现在到底在扯什么？一个人民让你选成是市长的人，你竟然在市长室里面给我踩飞轮。然后收300万，讲不出所以然，然后现在还要跟我说我无罪，怎么了吗？人家要给我钱，怎么了吗？谁要给你钱啊？如果你不是市长的话，所以我都觉得要当个政治人物之前，可不可以先当个人啊？当个人之前，可不可以先有一个礼义廉耻啊？不要说现在好像为了怎样怎样，为了连最基本的这种道德都给他踩在脚底下，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伤害更大。任俊，第一个。黄昌说要成立调查委员会，是，那一定是针对阿伯这案子吧？OK， 那包括讲朱一伦讲说要立刻示范，黄昌说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同时因为这次公投河山研议是黄昌白银主推嘛，主推刚才冠廷演讲，那变成一个结果各自解读，然后白银这边的解读就是有400多万票，在没有绑大选的情况下出来。难道赖清德你不正视这些结果吗？然后最后告诉你为什么没过25？因为没有绑大选。所以接下来下一个会期要修法，要把那个公投绑下去，再绑回去。就是冠廷刚刚讲说，前面不是他们那时候也是在4大公投的时候也是提，他们就反对，现在就变成这样，那怎么办？就是只要选赢了，什么都可以先讲那个公投绑大选的这件事情，因为这是108年的时候修的是公投法的第17条。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立法院的网站都可以找得到啦。就是第17条当时修正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针对这是公投的时间里面明定在8月份的哪一天这样子，然后避开跟这个大选绑在一起啦。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修法？我先讲其实大家现在批评的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黄国昌是在时代力量嘛，那时代力量在当的时候其实也赞成这个修法，所以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所谓的公投跟大选脱钩如果时序再往前拉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到108年其实是2019年那2018年的时候发生全台湾整个投票史上，尤其是近几年来边投票边开票，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公投绑大选嘛，
柯文哲成为当时最大的实质获利者。哦，丁守中为了这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国民党现在对公投榜大选的看法是怎样了哦。因为国民党现在在问他任何议题都会讲说，你们党团我们还没有开会啊。但因为思刚也在这边嘛啊，当年丁守中那一战到最后，本来丁守中认败，最后再提出诉讼，就要求就是说这太荒谬了，对不对？那你知道还有媒体去做调查，就是说你真实，因为到了边投边开的时候，有多少人而去改变投票的意愿？好，也就是你今天公投还没投完怎么办？好吧，那我们赶快再去，就成为全台湾政治史上最荒谬的那个柯文哲险胜3000票，3000多票吧，3000多票嘛。如果国民党在这个阶段居然也同意公投榜大选，丁守中，对不起，你被你的国民党卖掉。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合法的，这是 OK 的。那你当时国民党在那边声援丁守中，我不知道在声援哪一趴的啊，反正时事就可以变来变去嘛啊。这个我也不逼思刚回答啊。那这整件事情当然，其实我讲说啊，政治有没有干预司法？按照民众党或我老讲啊，就国民党我也不苛求啦，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民众党喊出来的嘛啊。民众党认为柯文哲的司法案件是赖清德下令。所以这是一个政治迫害用司法去迫害政治人物嘛但是我讲这一大段的言论叫做揣测。除了你讲说我在看的监视，柯文哲看的监视，仿佛看到赖清德，那个其实讲实话就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揣测嘛，内心的世界小宇宙嘛。可是当民众党或国民党公开提出要求修法，或者是拿出来讲说你现在要放他。那我讲这个就是明明白白的试图用政治干预司法，讲说，如果罢免过关了之后，谁就可以放出来，挺罢免啊，挺反罢过关，谁就可以放。你跟我讲，这不叫做实质要用政治去影响司法，哪一种叫做实质嘛？因为你前面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说，我告诉你哦，我抓到你有一个赖的记录哦，这个谁 order 了谁要把他抓起来，你没有嘛？但你却试图透过选举的方式、投票的方式，而告诉大家讲说，我就是可以影响司法。请问哪一个比较可恶？对不起，我用字都比较直接嘛，哪一个比较可恶嘛？你一面讨厌这个什么政治去干预司法，一面告诉大家，只要我拿到政权，只要我拿到多数的票，我们就有办法去作为影响。那这个到底要怪谁？可是任俊，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朱立伦一定知道吧？知道，一定知道嘛。黄国昌也一定知道吧？知道啊。那可是朱立伦还是直接公开呼吁了总统要做这件事。是。对啊，那为什么要在这时候一定要这样？他两个对象嘛，一个是柯文哲要出来一个党工嘛，一个是党工嘛那我讲这两个东西，其实朱立伦的说法他的背后目的不同就是说他今天呼吁说这个要把柯文哲放出来的这件事情，我认为他想要拿到民众党的人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件事情对朱立伦的接下来的政治路是有影响的我们稍晚一点如果提到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再来细谈这件事情可是对后面的这一个他的对话的对象，我认为他不是在博取民众党的好感，因为对民众党来讲，你们国民党伪造文书去抄那些东西干我什么事可是那个诉求的是朱立伦试图让这些国民党党员留下一个印象的是，我朱立伦不只帮大家带领着大家打赢了这个反罢的这个选战，你们都说我不关心这些人，没有啊，而且讲更实际一点，朱立伦从头到尾没有针对他们党那边几个在那边集体那个文书作业搞到人家点眼药水的啦，互相安慰等等，他从来没有道歉过，但他只说了一件事情其他人都放出来。刚刚大家都 check 了一下，剩下几个了？3个，就剩下3个而已基本上不多，但是他试图把这2个绑在一起。我认为其实朱立伦这些考量很简单，他自己做过新北市的市长，做过桃园市的那个桃园县长，他也做了国民党的党主席，甚至也代表国民党选过总统。他不会不知道这些分界应该要拿捏，但他一样这样干。那我就讲他为了就是自己他为了就是自己，如果今天党主席的这个接下来遇到要选举了，我如何维系我的政治的声量跟能量？我认为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这一个，所以他把民众党通通拉进来。我们就问嘛，从之前朱立伦在726之前公开喊过好几次蓝白要合作，726之后换黄国昌再喊蓝白合作，朱立伦有再提过这件事情吗？
完全都没有哦。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的政治盘算，对于黄国昌来讲，你们愿意喊就喊。我现在反而更好奇的是，黄国昌跟朱立伦两个哦，就是在朱立伦还在党主席的时候，什么时候来碰蓝白合作的议题嘛？OK。黄国昌跟朱立伦两个哦，就是在朱立伦还在党主席的时候，什么时候来碰蓝白合作的议题嘛？OK， 来范老师，政治学教授，请问一下，在政治刚讲的是政治跟司法哦，这之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那以政治学教授，你会怎么样去看待朱立伦他们喊的这个问题？那核三这一次核三研议公投出来的结果？如果您自己来判断的话，因为有人会把它锁定新北这一块，新北那整个投票大概是将近30啦。那黄国昌，你觉得这次他等于是拿到很大的动能了吗？会比当初柯文哲在总统大选拿到300多万票，这400多万票都算是他的底气了吗？我是建议赖总统明天在总统府开一个国际记者会，把司法院院长、台北高等法院的院长、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全部叫来，然后说我命令你们立刻把柯文哲还有国民党3个党给释放。然后那个司法院院长会说：“你是谁呀？”啊！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晓得现在司法院长是谁。我告诉大家，这个叫做谢明阳代理的，也没有院长了哈。那而且我认为赖清德如果叫台北高等法院院长来开会，他根本不会来啦。你谁呀？你是我老板啊？你总统不是我是司法院院长管的呢。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为什么要讲这种完全没有这个司法素养的话？他不会不知道，他当过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国民党的党主席已经出现了，就是朱立伦。他不是要交棒，他交棒，然后讲出要卢秀燕，然后卢秀燕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因为台中什么什么产业有在对。但你觉得朱立伦这以退为进啊？这以退为进啊？对，卢秀燕已经不愿意了嘛？那到时候大家难道真的会想要让这个台大的这个孙文学校的这个张亚中来当吗？不会吧？所以大家还是说拱他嘛？哎呀，你看这次我们多成功，31席全保住了。朱立伦何德何能？他今天讲这么有政治意味的话，就表示他对政治这条路他没有放弃啊。如果他今天已经要辞职，他现在应该干嘛？他今天应该去准备要出国旅游了嘛？然后就去跟旅行社打电话啦，我要去北极看极光啦，或者我要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啦。他怎么会讲这种话？这个话蓝营的人听得爽不爽？爽啊！白营的人听得爽不爽？开心啊！朱立伦俨然现在是我们蓝白的共主嘛。所以我会觉得，但是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其实是理性的啦，就是任何他都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钟摆效应。这次31席都没办法罢掉，我觉得民众是第一个认为正当性不够，因为他们的确才做了1年多，你说他们有什么败行劣迹，只能说他们可能就是听傅昆萁的嘛。然后你说什么啊？这个亲共卖台，说难听点，除了傅昆萁他比较常去对岸，或者你说有一些这个上了这个中国央视的节目其他你要怎么去跟反共保台连在一起？就大家会觉得这个罢免，他就觉得他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所以才有全部都过，这是一个钟摆。但是如果今天又摆回来呢？你朱立伦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这种司法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政治的论述，大家会觉得又摆回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真的也不要，当然现在是士气高昂，但是如果这样的政治操作，我认为反而会适得其反。那请问一下，黄国昌这次核三研议公投算不算他的胜利？算了，他拿到了434万，比去年柯文哲的349万多了将近100万票所以他等于这些都算在他。当然了。而且他拉到了一些蓝营的票，国民党的人出来，是看在黄国昌的面子，还是看在国民党的？我觉得都有，因为其实这次投票率都很低，但是还是有400多万，我是觉得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就表示蓝营把这个从这个大罢免，从今年开始，应该说从去年在推动到今年开始的一股怨气，在726这一天有发泄，但是还没有发泄够，823还要再发泄，就那个能量。那个蓄积的能量，我们那个地震它有蓄积能量嘛？它那个能量才真正的发泄完，所以才有434万。所以我认为啦，黄国昌现在如果现在在民众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因为他这一仗他虽然没有过这个我们这个门槛25%，对，但是其实已经接近了。如果再稍微这个加油，可能会过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问题就是黄国昌啊，当然很多人当初有人唱衰他啦，说他会不会拿得比柯文哲349万还少，这个看起来他就超过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的确在这个大罢免，我如果要这样讲，我觉得他是赢家。对他的政治未来之路，他更有底气去跟国民党谈这个叫板，就是新北市。对，我觉得那另外31席全过。黄国昌有没有功劳？有啊，他全台湾各地站台啊，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利多啊。那我觉得当然这次这个核三的这个公投，赖清德有没有做回应？有啊，赖清德昨天有讲嘛，对于核能只要它安全的新的科技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核废料少的，他可以考虑哦。OK， 可是赖清德已经把民进党长期以来反核的这个伸柱牌已经拿掉了，所以他不排斥，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这2天这个比尔盖茨这个微软的总裁，在这个8月19号去见了石破茂，8月21号去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SMR，就是小型模组的核反应炉。那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忘记，今年5月5号。AIT 的这个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公开在脸书上说，美国可以提供这个所谓 SMR， 而且美国会提供台湾核废料处理。这一块我觉得赖清德已经做出了宣示。美国外交官是非常保守，他能够公开在脸书上写说，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提供给台湾，然后台湾可以要不要采购，当然尊重你们。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列为现在台美在进行的这个关税谈判里面的重要一环？我觉得这个当然对能源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我觉得赖清德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来，2位都有意见。来，任俊先补充要补充。不，如果就票数上面来单纯的计算，按照黄国昌的数学法，他当然觉得他是赢家啦。但我觉得现实面要考虑一下嘛。这一次的公投是434万，认为就是说赞成同意嘛，应该要重启嘛。我觉得还好是民进党没有出现黄国昌的算法，不然民进党会讲说，那全台湾超过1000万人是不同意你黄国昌的。不，他这种就是黄国昌式的数学嘛。但我觉得要从实质面进来看，但我觉得这个题目设定是一件事情，如果要按照票数来说的话。那总统大选的时候，侯友宜是467万票，柯文哲是369万票，加起来是836万票，黄国昌这一次主打蓝白合作，最后拿到了434万，等于硬生生少掉400万票。按照黄国昌的这个黄国昌式的数学，民众党是坚贞会出来投票的人哦，因为他们黄国昌一呼百应啊。民众党怎么可能会不听黄国昌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柯文哲去年拿到了369万票，那应该这个430万几乎都是民众党了。国民党在干嘛？国民党愿意投，只有100万人承认吗？国民党根本没有帮民众党动员啊，对不对？不能用这么简单的算法。国民党你们有没有帮忙动员？有很多。是，那你们觉得434万里面你们占了多少票呢？无法估计。不是，这是一个政治现实面嘛？要讲这个黄国昌式的数学，我这个比较实际吧，对不对？我这个应该算是最实际的，也就是蓝白高度的整合，然后高度的动员，而且之前是蓝白分票啊，现在不是蓝白合并进来啊？那请问啊，按照黄国昌的说法，对他大赢，那大赢的背后呢？如果我用这个逻辑，黄国昌大胜，那代表什么？国民党现在就摆明了跟你讲啊。我不帮你，你什么都不是啊！就算你个人主张的这个，因为黄国昌你会讲嘛，这是我的主场。黄国昌当时在讲说，这一次大罢免，民众党不缺席，很多人就在好奇啊，你民众党怎么个不缺席吧？你也没去罢免绿委，你什么也没做啊，到最后原来公投这个算法算在他头上啊！我不知道国民党会不会承认，就是说我没帮他动，还是我们都动了？如果这样很可怕，是蓝白加起来各有1半的人都没出现，那到底没出现是国民党的多？还是民众党的多？来，石哥，对，我是觉得对事的公投不能用选举的票去推算啊，因为这个场景背景还有热度都
不能一起相提并论啊。所以只能说这一次的投票确实是反映相当的民意。但它最起码反映了蓝白合，最起码蓝白合嘛，蓝白合。而且你看国民党至少在这个阿尼的这个宣传片上，莱尔校长的宣传片上，在后期引起很多的讨论。那也是很多的一些，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开始关注到这个议题。否则的话，在之前很多年轻人是更不知道上礼拜六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关注。那当然有，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帮助啊。那第二个，你觉得赖清德会不会因此改变他的一些能源政策？我的看法跟范老师不相反的。如果说 AIT 在5月份就释出这样的讯号，而且其实更早之前像美国很多的参议员等等，也都私底下跟民进党的政府说，这个核能有这个国防韧性的这个需求。那我想民进党政府对这个事情应该已经充分了解，而且讯息量是足够的。这个核能有这个国防韧性的这个需求。那我想民进党政府对这个事情应该已经充分了解，而且讯息量是足够的。那赖清德在投票前的那一个中常会上就不会去讲说，请大家投下反对票。核三的那个对，他就不会讲说请投下反对票嘛，或者他就讲说，那我这边就很谦卑的倾听大家的意见。这也是一种反应方式。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好，那在这礼拜过后，难道下礼拜3的他就说我要辞职，我按照公投的结果，我决定重启核三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因为看起来这条道路还是非常的坚决。就算赖清德他想要去重启核三，民进党内部的看法是什么呢？可能民进党内部包含很多的团体也会跟他很多的抗议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共同结果，基本上我觉得反而是让外界人看到说，核能在台湾是有重启的可能性，但在赖清德任内可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啦，其实这个事情就把它混在一起讲嘛。人家讲 A， 然后世刚哥讲 B。首先第一个，我们讨论核三重启。核三重启，请问重启完之后，有满足到国民党一直要的核能所发电的趴数10%吗？没有啊。国民党的立场是2030年要10%核电。民众党的立场也是2030年要核电要10%，这个10%的核电，请问核三以外哪里来？这个我就回到最核心。所以第二个，核三的这个整个重启的公投，它的条文内容跟今年5月通过的核管法到底差在哪？不是，我回到最核心，为什么你们没有过？不是你们，民众党，不好意思，民众党黄国昌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过25%？为什么没办法过500万票？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是废物公投，就这个公投有投没投，跟现在政府在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可是我觉得赖总统的态度是，他还是看到了这个400多万票有出来投的这一些人，我们的解读是这样子，我们的解读是很多人对于台湾的能源希望可以更多元。如果说未来有比较安全又少核废料又新式的核能，民进党当然不会固步自封啊，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啊。那请问一下，有人把这一次在核三研议公投对民进党的警示的重点摆在像台南、高雄这些长期以来，大家觉得是算是绿营的铁票区，有很多人这样解读。可是这些地方开出来的同意票也是比不同意票大概会有1倍左右。有人拿这个，虽然票数不多，对，可是那个比例上，所以有人拿这个解读说，对民进党来讲，第一个要正视除了讲说核能问题以外，要正视的是民进党的根基是不是慢慢在松动了。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当然都要很谦卑，而且要面对每一次的投票，尤其是这一次同意票比不同意票来得多。可是这一次的不同意票，我们还是要去理性的分析我们的支持者，或不希望核三重启的支持者，其实这一次是投票行为是分裂的。OK， 有一部分的人是出来，因为赖总统在中常会，然后包含在记者会跟大家呼吁说，希望大家出来投下不同意票。像小弟我有出门去投票，投下这个不同意票。那可有一部分，而且非常多。这个我老实讲，世刚哥也不要笑，是真的。我们的很多支持者这一次是认为这一个题目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胡闹的。我干嘛陪黄国昌去胡闹？尽管你总统叫我们去投了，我还是不会跟你去倒。很多，我要强调非常多。那他为什么？因为投的没意义嘛。我还是回到条文的内容写成这个样子，还是经主管机关然后评估同意，那跟核管法修过之后的状况是一样的。但第二点。
我跟你讲这个，我觉得要事后更多的分析。但就是说，我相信有一些人认为说不对啊，那南台湾尤其离河山这么近的地方，那是不是这个不同意票应该要压倒性的让它变成就是比较差距？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会虚心去分析跟检讨。但我觉得绿营的支持者跟蓝营有个不太一样，就绿营支持者他骂自己的那个激烈程度是更严苛了。这个好几个政论节目，从这个726以来收视率都很差。他们很多看为什么不看？他们觉得说你们当初好像很乐观，我们被你们骗了，我们以为会罢掉几个，一个都没有。所以他们那种愤怒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们对民进党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因此我觉得啊，那个但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有没有伤？有伤，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伤总比未来伤好。就是跌了这一跤，起码知道错在哪里。所以你看嘛，赖清德立刻，当然很多人之前传说啊，他上来之后跟小英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他昨天跟小英在官邸，然后用的都是他现在的人马都是小英的人，包含像徐国勇，小英当总统他是内政部长，现在当秘书长，包含副秘书长郑俊生也是小英的，包含徐思俭有可能派驻美代表，也是小英2016年上来就是啦，龚明鑫也是啊，现在当经济部长，张敦涵。所以我认为啦，他现在要营造就是党内的团结的气氛，然后他自己当初提拔的几个部长叫他们下台啊，包含你看嘛，这个黄叶南，这个郭志辉还有这个现在一个邱泰源还不太情愿，但我看也不得不下台啊，还有叶秉成，我相信这些都是赖清德过去可能有情谊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他的确跌了这一跤，我觉得没有问题。要怎么样站起来？但最根本，先从内部团结，然后大家看到再怎么样一致对外，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但慧珍，我刚刚讲，对于黄昌主席来讲的话，会不会把这一场的胜利变成是看成是个人的一些的胜利，或是有人说，但是对整个民众党来讲，好歹这是算超兵吧？每个地方大家投，我管你400多万票，你问思刚多少是国民党的，他一定也算不出来啊。谁能够真的算出来到底是谁？但不管是我的主场启动的，那我当然就是算在我头上啊。可是最近黄昌的一些。譬如那个记者，大家媒体这记者出身的，对他，你觉得他那个是要骂记者，还是要骂那个？后来他说是骂那个问题的那个网友。我觉得一定是骂记者，因为他后来还回了一句说：“是你们长官 assign 给你的吧？”对啊，那如果不然的话，他应该就是直接说：“这个网友不要网友的什么问题都问我啦，那个网友这个问题很奇怪，没有那个 nonsense， 这种问题不好，不用问我。”因为正常是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是觉得那个问题，而不是他是直接这是什么白痴问题，那个听起来态度，然后就是直接刁他嘛，然后就说是你们长官 assign 给你的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很明显是对记者。事实上这也是这件事情在网络上面是真的很热，而且被延上到，所以他今天回头看起来好像从那天以后他就没有再对记者是这样的一些的口吻。当然徐府后来也有出来帮缓颊一下这些，可是这些对于那好看起来网络上面大家没有这么买单，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民众党应该是说向来对媒体记者的不友善是罄竹难书。去年的记者节他是直接呛友台的一个记者，还记得吗？在那个会议室，对，而且是吴怡秀还直接点名就说怎么了吗？现在是怎么样了吗？怎么样就开始我其实参加过也蛮多，从上市贵公司，而且我以前跑司法的，所以我跑的新闻也算蛮多。看过的记者会主持人会也蛮多，我还真的长眼睛没有看过这么没有礼貌的，这么无理的。然后我以为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没有，就永远都还有在夸张的。像这一次直接就那个，后来那个，我觉得现在年轻的记者有时候你也不能就是说。跟受访者之间的攻防，或者是要怎么样，在不用互骂情况之下，让对方要逼得哑口无言，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历练。所以那一天其实女记者是很明显被欺负。后来他们那个电视台也是很挺她，后来就一大堆开始全部都在修理嘛。那事实上这就变成是为什么你们民众党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一线记者，而且那一些人原本都是拿麦的，原本你们民众党挖了一大堆记者到那个民众党，就怎么突然之间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每一个人现在突然之间都晚娘的脸孔。你刚刚看那个记者，你看就这个嘛，后来徐府开始帮他就拍如果您是个专业成熟的好记者啊，然后人家就说你怎么好意思回你在现场你好恶。
对啊，他不止在现场，而且他以前也当过记者啊。你看，人家记者在左边，然后学府在右边，你怎么好意思去问？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现在黄国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顺我者昌啊，就是说我不开心，你们把相关的东西看一看，所以很明显就是回复这个记者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很像是独裁的一个政权。他们认为记者只能报佳音，记者只能唱和我，记者只能讲一些我很开心的，记者不能那个质疑我，记者不能当乌鸦，不然为什么你们明明挖了这么多记者到你们的党里面，结果每一个人现在整个都用这样的态度，是有需要这样吗？我以前跑很多，不是跑司法，我是跑大法官。我不是念书，我不是念法律的，我跑大法官。你知道大法官跟我说什么？很认真跟我教很多，而且我跑那个就是那个这个真实恶意的那个499是不是？这个视线509对。我就听不懂嘛，他就很认真跟我解释。后来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恁记者最重要诶，恁记者是阮这专业人士加一般读者的桥梁，所以恁来听有，安尼恁靠我都写出来物件，让迄观众较读者较听有。人家是用这样的态度，就你问的什么白差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难道投票给民众党要157的智商吗？”投票给民众党是要硕士吗？我还刚好有。投票给民众党，难道一定要是哪一方面？怎么样考律师执照吗？你不要讲那么多好笑好不好？你自己本身美国律师执照你到底有没有？你现在讲不出来。然后你们的前任的党主席也是重考才上台大医院的，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讲话都用鼻孔看人的，莫名其妙，你不觉得吗？然后再来，我都觉得，后来我也跑那个台塑集团嘛，就李志春嘛。他也是同样的，因为那个塑化是而且很大的领域，是怎么都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理解，他就很认真跟你解释，而且很多东西都跟答啊。如果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就问人家说，那你知道王家现在那个有没有争夺遗产啊？这类问题你们谈问我，就会这样嘛，对不对？难道人家会跟你讲说你问什么蠢问题？我姓王吗？人家会这样吗？人家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你人到了这个位置，你就有一定的涵养，你要有一定的修养。然后呢，跟媒体之间有一个互动，大家都是个文明社会里面的文明人。我觉得他这样对待媒体的态度是不对的，而且媒体的后面其实有很多乐听人，他们是代表着乐听人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我是觉得不，而且他就是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记者。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记者的报道，比如说像我本人，我就被告过2次，刚好告我都是首富王雪红跟蔡衍明，但是我都赢了，好不好？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人家记者有侮辱你，有对你怎么样，你可以告他啊，没有问题啊。但是，请你不要动辄用这样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上，你是凸显出你自己非常非常的人品有问题。但是，请你不要动辄用这样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上，你是凸显出你自己非常非常的人品有问题。我补充一点大家可能会把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核3的这个公投，当成一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算是一个练兵。可是国民党我没有看他在练了，国民党就是保住那7席了。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可是民众党很用心你看黄国昌到任何地方去，都带着他那4个主任。到处去这个讲公投讲什么，所以黄国昌可能为什么被记者问到会这么抓狂，会这么生气？你应该要聚焦在核3呢？你怎么？所以你来岔题的。我现在擦的防晒油出来这个地方扫街走街车少，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要宣导核3公投的问题。你怎么会问我这个美国？听到美国就生气。所以这第一点，黄国昌这一点真的是失分很大。我讲柯文哲柯文哲对记者很少去怒骂，他最多整记者带他爬楼梯上山下海，整得你上气不接下气而已，最多这样，他不会去骂你，他不会去骂你，很少有政治人物直接去骂记者。黄国昌是惯犯，他不是第一个，他是惯犯，所以我说黄国昌这一个对尔后的蓝白合，我就是埋下了一个未爆弹。我想说蓝白合的状况在于哪里，你知道吗？这次核3公投，我觉得到了2028年会变成蓝白合很难回答的一个话题。那就问你。为什么要花11亿搞这个公投？因为民进党不用核能嘛，大家的想法就是这样嘛。
如果赖清德总统本身就用核能，这公投什么？对不对？就直接宣布该启用的启用嘛。那如果你觉得因为民进党对于核能不认同，所以你花了11亿来做这样的这个公投来打脸民进党，那到了2028年，蓝白你必须要把核1、核2、核3甚至核4重启变成你的政见了。然后朱立伦主席因为要交棒，这个人之将离没有说人之将离，其言也善了哈。你讲的是好话，那我请问你，柯文哲有没有在市长室里面收300万？有吗？真的有，所以就可以咯。就可以咯。明年就要这个县市长重选，以后在县市长房间收300万，对不起，一定要再骑飞轮。如果你没有骑飞轮，那不可以，违反政治道德。你一定要一边骑了一架飞轮，然后收300万。所以以后县市长的房间必须增配一个标配，叫飞轮机。有人来交钱，等一下，换运动服，我要骑。然后呢，放那边没事。这一样的标准，一样的道理，就你只要在市长或县长室里面骑飞轮收300万是被允许的。国民党要背书吗？国民党不会背这个，对啊，你们不会背这个书吧？当然不会背这个书啊。他收啦，你就要释放啊。那个李将军这样子啊，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立场踩的就是第一个，如果一事归一事，如果柯文哲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有涉及到法律上的事情，那他当然必须去面对。那但是呢，你现在以这样子的案情的调查，但是人已经被羁押1年的时间，我觉得确实是过长。我觉得是过长。就羁押是一回事，对，现在程序一回事，但是呢是案情实质的是一回事。我觉得这部分。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蛮赞成刚才那个于将军讲的，我认为下一次总统大选2028就大方讲说重启核能。对，我觉得就大方讲。对，我觉得不必再闪躲，因为跟过去几年情况不一样。你说上次那个311那一次，日本这一次，过去大概10来年的时间，反核是大概是一个主流，在台湾社会舆论上面。但是最近2、3年开始，这个舆论开始做出一些转变了，包括美国啊这些能源先进国家也在做一些调整啊，所以我认为就大方讲，就大家把这个也当做选总统的一个重要政见啊。OK， 我觉得就大方说，也不要说我到了我这次公投啊，我支持这个案子，然后到了我总统大选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政见又藏起来，我觉得不要，就要一贯。没有啦，就亲疏远近有差啦。这个帮柯文哲讲话啊，原因是因为压了很久。那当年就没听你们帮阿扁讲2句话，这太讲白了啊，这个就说白了是这样子嘛，都一样逻辑哦。我刚才这个4杠话全部把名字改掉，都可以，陈水扁都可以用。亲疏远近有差了，这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黄国昌他们对记者不是1天2天，可是他们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恶劣的点是在于说，他们永远都可以骂别人、监督别人。但当他们自己遇到问题被质疑的时候，如果你敢质疑，我就修理你。你记不记得当天在那个有一次在民众党党团的记者室，就是刚刚这个慧珍姐讲的那个点，9月3号，当时对，当他们的发言人教训完记者之后，黄国昌他是起来怎么讲？那句话更关键，他直接讲好啊，反正我们直播都有嘛。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各位观众朋友，这句话意思是我现在有直播，等一下我的网军们就去修理你这个记者，就去肉搜你这个记者。这是政治人物对他的支持者的呼喊呐，他要让监督你的第4权有压力。我跟大家讲那位记者就是友台这一次跟这个黄国昌有摩擦的那位记者啊，其实他被黄国昌的话讲的时候是愣住，是有点被吓到的。但他友军他还是很认真的把问题把他问完。可我讲的吓到意思是说，他就是这种因为我是受访者，然后我比你有。可能权威，然后我比你来的资深，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教训对方，我觉得这是他的坏习惯。可是我回来讲，为什么他会这么急？最后的这几天对黄国昌来讲不可思，是因为这一次政府花了11亿元，他完全是把它当成是他新北市长的暖身嘛，他是当成他免费的宣传工具啊。这2天民众党出来否认那民众党有议员出来讲没有啊，我们在南台湾也有宣传啊，你们去扣账市长选举，这个是逻辑不通。拍谁你们越这样讲，我就越整理给你们看。从816公投大车扫记者会之后，黄国昌每天的行程是什么？我念给大家听。816公投大车扫记者会在板桥，817在新庄，818在中和，819在汐止，820到了三重，终于821回到媒体中心，来到台北。822龙兴花园，不是新北就台北，一半以上都在新北。你跟我讲南台湾很重视，全部都在新北啊！
所以这就不要闹了啊！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新北人很睿智。为什么新北的投票率跟全国是一致的，没有特别被吹出来？我们新北人会想啊，你黄国昌，你们民众党说要10%核能发电，核3重启才5%，另外5%嘞，核1吗？核2吗？核4吗？拍谁都在新北，所以新北人没有要跟你玩嘛，大概就这样。根据你自己资深媒体人看到刚才大家讨论那个，就是骂白茶问题啊，所有这些，你会怎么看？我们自己做记者工作啦，我们也访问别人，也受访。我不认为说政治人物会对记者有多大的好感啊。讲难听一点，就是利用记者嘛。所以有的最多，我们其实最多遇到就是他表面上会跟你客客气气，私底下骂得很难听，只是他不会在你面前骂啦。那黄国昌的那个做法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是一个不会去藏脸色的人啊。这么几次下你就知道嘛，他不喜欢你，他就明白那个脸就给你看了这样子。他都针对特定的几间的媒体而已啊，他也不会对所有媒体都这样，因为民众党也很喜欢透过媒体帮他们放话写新闻啊。所以你说黄国昌的那个傻白甜，他现在就在装傻白甜嘛？你们刚刚有放了完整的那个画面呢。他除了讲说你那问他什么问题之后，还针对那个什么，我就没有说要联访，你们还来。那我就讲嘛，你们有没有发彩通出去嘛？有，你们发了彩通，记者在那边。如果你坚持不要联访，你们的人可以把记者挡掉，记者不会这么白目啦。除了你们当时有人跟着柯文哲一直那边跑，什么500多在那边追着跑，那也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嘛。就记者不会白目到就我已经跟你讲不要，然后记者硬要那边推，而且你现在看到那个状态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他会给你一个受访点。就告诉你说人出来会在这里，所以你看那一天的场景是记者都站在那个点上面，不是说看到出来要不要冲过去来堵麦，没有，他就记者就停在那个地方，那表示什么？有民众党人告诉他你在这边等啦。黄国昌你要不满，你去骂你们家的人嘛，你去骂记者。好，再来，他那天不是讲说你们什么问题啊，什么，后来不是针对受访，这是开始刁，我不是不联访了吗？啊，你也觉得尴尬？他那个话是对着记者讲，你也觉得尴尬？你们尴尬是不是你长官叫你来的？你旁边民众党，我就问那个受访点谁给的？谁叫记者站在那边等？也是你们家的人嘛。好，再来，隔天之后其实有记者，因为有一个你们刚刚没有出现，有记者再去问他这件事情，说你是不是跟媒体记者？你问这问题太空泛了，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突然你前一天不知道太空泛，突然隔天我哪有呛记者？我讲的是网友啊。我觉得刚刚讲的一句话是对的，听到美国就抓狂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论他美国怎么样嘛你知道那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问黄国昌说你是不是有这个没有继续在美国律师缴会费，所以呢律师证遭到撤销。黄国昌终于给了回答了。黄国昌说什么？我现在在台湾担任立委啊，怎么可能去缴美国律师工会的会费？请问他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你说人家那个问题的本质，他有没有回答？有回答了，他也没否认嘛，他就是真的没缴钱。对，但问题是，讲这个很难吗？很空泛，而且这个问题的跟这个回答没有这么难。是吗？你没不交会费有？就我没缴会费就没缴是怎样？对嘛？就是我不要在这边台湾这边这个你我要去职业以前我就把会费交了，对嘛？你要到各地去登录嘛？就不你没有就没有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刚刚讲他提到美国就抓好，我觉得他其实最尴尬的是这一点啊，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问他的人是谁，所以他那个喜怒其实很明显的表达出来。那尴尬的点只有一个，因为她是吴益政的女儿嘛。对啊。吴益政选过高雄嘛，民众党。吴益政早期是亲民党啊，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投靠民众党嘛，对，我用投靠这个也没有贬义的意思嘛，因为他后来就是代表他选高雄嘛，所以民众党现在大量的开始洗白嘛，就说没有，不是针对他优秀，他不是怎样。对不起啊，这个话你们现在讲已经无济于事了，就你们不能什么都用翻页这种情况。我们即使跑了新闻小的几年，我们现在看到年轻者，我们一样很尊重啦。你可以不要受访，但我还是强调那件事情，谁给的受访点？你不要那种混淆视听，一副就是好像是记者多么的糟糕，多么的恶劣。我已经跟你讲不要了，你还在那边硬赌。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没嘎嘎，谁给的那个点，告诉大家摄影机架在那个地方，文字在那边地方的，就是你民众党给的啦。来，范老师，天气这么热记者也不是没事干啦。好，在路上捕捉野生的黄国昌，
就是你发了彩通，然后大家啊也是冒着那么大的炎热的太阳去，然后拍了你，那你这样又在骂记者，那我是觉得啊，你当初在抹那个什么防晒乳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记者拍你？人家也拍啦，你把上衣脱掉露出8块肌，你是不是希望记者拍你？人家也拍啦，那现在问你一个美国律师的问题，哎，你就 keep 噗，所以你需要媒体的时候，哇，你们尽量拍啊8块肌啊，请拍清楚一点啊，不是像我一块肌，对，它是8块，对不对？那人家给你面子啦，该拍都拍啦，对不对？不要再强调那1块肌啊，有，我没办法，我不会摘掉哈。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你需要记者的时候，你就招之即来；那你现在不需要记者，你就呼之即去。我觉得这就太现实了嘛。而且我说实在，大家现在争点的点是，你太太、你的夫人有没有在2010年的时候特意到美国去生了一个美国小孩？这是大家所关注的地方嘛。但是这症结点嘛，你是不是美国爸爸嘛？哦，你一直骂这个赖清德是美国阿公，但是赖清德没有办法选择啊，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在美国念了博士，在美国就业生小孩，这个不是赖清德说，哎，不行，你一定要过回来台湾生啊！我命令你回来。人家媳妇也是别人的小孩，人家也不一定要听你的。可是你柯黄国昌，你有没有你的家人是去美国生了这个小孩？我觉得大家症结点到这边，他到今天他们没有回应哦，到今天都没有回应哦。你就说有嘛？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孩是美国籍的嘛，又怎么样？我们当初我太太去美国的时候，我不晓得怀孕了，已经7个月了，不知道。到了美国，哎，发觉哎肚子痛了，要生小孩，要生出来了，所以他是个美国人。你可以做这个解释嘛？只是大家愿不愿意相信嘛？对不对？不会相信嘛？范老师，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合理一点？因为2010年他小孩出生的那一年，台湾人到美国去是要签证的哦。是要在信义路，我们以前 AIT 在信义路，大家还记得那个门口没有什么，看不太出来招牌，有一群人在排队。那个时候是要面签的哦。那你为什么可以到美国去？所以我会觉得，他也许不用签，可以直接去，不用签哦。哦，对他也许不可能啊，台湾人怎么可能？对不对？每个都要签啊，而且是移民官面签，而且拒绝率还蛮高的哦。所以大家会质疑嘛？那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你的小孩在那个时候在美国出生，他到今天为止没有说明，所以我觉得也让我们质疑一下，你有什么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到了太太可以到美国去生小孩？但大家会关心到国内政治所有这些发展，因为从823以后，你可以想象出来，对国内政坛来讲，因为立法院席次一样，朝小也大，那对行政跟立法之间未来，因为到2028以前，最起码立法院都是维持就是这个样子，那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国民党最大在野党主席。这个卢市长发的那封，就是感觉上就是不要选的，对啊。其实那现在你们现在到底是那党主席，你们觉得现在怎么办？坦白说了哈，第一个，其实卢秀燕不选党主席，大概2、3礼拜前大家就是嘛，大家对啊，所以他前天讲的这个，其实并没有造成大家更多的震撼。那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朱立伦后来发了一个，就是说希望他对，当然，所以他讲得很重哦，卢市长讲得很重吧？什么民主政党不应该有指定接班什么的，是重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到这党主席该有的位置啊。其实我们大家在去思考这时候，应该想说党主席到底是在扮演什么样的功能跟角色。假设卢秀燕对于2028大家是众望所归，到目前为止众望所归的话，那党主席就是要扮演一个辅佐。稳定军心，后勤总司令，然后呢，把这个内务的事情把它整好这个角色，让总统候选人呢心无旁骛的去向前冲，大概要有一个分工。所以我是觉得，与其说现在猜去谁去当这个党主席，不如说谁适合扮演这个角色。那我就觉得这部分就是要去做一些思考。但是我也不认为说，就让这事情的自然的发展，千万不能让事情自然的发展。对，自然发展，万一走到后面，我们经不起太多的万一，不能让事情有自然的发展。就是这党内的这些大人呢，就是呢，stakeholders 这些利益关系者呢，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非正式的聊一聊都好。比如说今天随便举例啊，比如说谢振武很适合。那谁去跟谢振武讲啊？然后呢，然后需要的党员的选票，然后该有的这种一些竞选的模式，是不是就帮谢振武去帮忙一下？让他呢能够扮演这个最好的角色。
党员的选票，然后该有的这种一些竞选的模式，是不是就帮县政府去帮忙一下，让他能够扮演这个最好的角色？那我认为觉得就应该要一个集体的一个来去做一个聊一聊，放开心也聊一聊。那如果卢秀燕真的不要党主席这个位置，那我就觉得也不必去勉强他。我觉得勉强他有觉得也很不好看，然后又拒绝也很不好看。那我相信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在走。那我自己也不妨就把他自己的规划，也许跟这些利益相关者去大家谈一谈。大家谈一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必须大人们去做一些思考。因为其实口袋名单并没有很多人，是吗？就并没有很多人，不是说100-200个还选，不是，大概就是5个手指头。比如说大家常点名的郝龙斌啦、胡志强啦，甚至那个谁，甚至侯友宜啊，也是被大家讨论到的。郑丽文啊，张亚中对，但就5个人嘛。周伯源啊，连胜文啊，就5个人。那所以，我觉得你要当这个党主席，一定要有差不多直辖市长的历练然后对党内要熟悉了，然后也要这个整个run过整个的大型的全国性的选举啊。那我觉得这是整个必要条件。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最后不出那3-5个人，其实大家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因为如果目标是2028要赢的话，就没有彼此猜忌的空间。我觉得怪哈，国民党党主席应该是每一个国民党员未来可能要挑战总统的人必经的历程。这个历练是一定要，是我跟你讲，不是说可以没有，是一定要。而且将军应该这样讲，现在对蓝营来讲，那个气势应该算是很高啊，一片大好，很高，对不对？对。所以本来都以为这个位置应该是大家都要抢着做，一定要，尤其是对未来有野望的嘛，对，因为我辅选过吴敦义选主席。其实那个时候，吴敦义先生要选主席，他的目标就是2020的总统。很明白，他跟我们团队都讲了嘛，我要拼这个主席，就是先把2018冲过去，选好的时候，我2020拼总统，很正常啊，正常。我出来帮党尽心尽力筹钱，然后将士用命，打赢了2018，我当然直攻2020啊。可是我不知道国民党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要选主席你想选总统？废话，我不选总统，我选主席干嘛？可是国民党没有人敢这样讲现在没有人敢这样讲哦。现在看国民党里面气势最直接、最旺挑战2028，就卢秀燕了。还有谁没有啦？卢秀燕应该要出来扛，你不出来扛2028，你再跳出来，很多人现在都宣告效忠。郑丽文也讲，张亚中也讲，如果卢秀燕出来选总统，我无权把我的这个指挥权、党权交出。那是你没当过党主席，等你当过会交出来才有鬼。我跟你讲，所以我说卢秀燕不要被这些人骗了。没当过党主席的人，每个都说你出来选，我全部挺你。朱立伦不是也这样讲侯友宜吗？你问侯友宜，朱立伦有没有真心挺他？对不对？但是不要再公开问，私下问，侯友宜会把他的心声告诉你。OK， 所以我才说，卢秀燕当了党主席之后，你有2件事不能逃避，可是这是你必须不能逃避的。第一个，两岸关系。你当台中市长，你可以逃避啊，你可以说我做好妈妈，可是你做党主席，你一定要表态你两岸关系的政策。第二个就是全国2026的布局。可是如果你连这2件事情你现在都逃避，等到2028你要选总统的时候，你不是跟侯友宜一样吗？一样面临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从之前卢秀燕跟朱立伦2个人的阴谋或者是说私底下的一些盘算已经变成阳谋了啦。讲阴谋是比较负面的，私底下盘算现在已经完全摊开了。为什么会这样讲？朱立伦其实非常罕见的是在一个正式的记者会直接点名，我不做，请卢秀燕来做。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正常来讲，各个政党如果是现任主席不做，他就算有属意的对象，也不会这样子搞嘛。所以这是一定发生的一些事。第二个我要谈的事情是，朱立伦他的这几天，他或他的子弟兵出来在对外面的论述，其实话也没有讲死，绝对不挡。他的讲法叫做顺利交棒，他一直要交给优秀的人，这都很清楚。现在只有2个人，就是朱立伦。问卢秀燕要不要接？卢秀燕不接，其他人本党的人只会幸福，这不是不够优秀啊？那他就有可能，对啊，就有可能是他嘛？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回到最核心的点，朱立伦为什么得这样做？726、823，朱立伦带领国民党打下了这个胜战。至少以党的角度是。可是，请问从北到南，哪一个国民党的重要要角出来讲？因为朱立伦存在，让本党重新活过来了，好像没有。所以，因为国民党这个党不好带啊。你要想卢秀燕在想什么？卢秀燕现在在想一件事情是，他现在最好的状况是，离选总统还这么久。2015、2016，他继续
在台中，然后躲在台中的保护伞，他每天只要回答他想回答的，台中市的市政，我顾好台中，然后把台中这个1亩3分田守好，其他所有的争议议题完全不回答。大家不要想这国民党这个主席会很好的干国民党这主席会有多少议题一定要打的？92共识你要不要打？能源政策你要不要打？两岸关系你要不要打？国防预算接下去要不要砍？要不要打？这些对于要选总统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卢秀燕如果假设现在躲，他可以躲到什么时候？2027年的年中，国民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只要面对这半年。侯友宜什么时候再提名？你那个整个也是到了要选前的前半年多才提名嘛。这整个状况就这样，所以他能够卢秀燕能够躲越久，就对他越好。可是我说实话，虽然是他党事务啦，可是我站在如果以一个假设我是国民党的从政党员，你看李乾隆等人这些人，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点急？他们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承担的一个候选人。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我选总统以外，我能够带这个党往前走。可是没有哦，卢秀燕现在摆明了没有要哦，我就是要归在台中，躲在台中。好，那朱立伦机会就来了。朱立伦现在等什么？好啊，我点名你卢秀燕啊，卢秀燕不要啊。请问如果最后是张亚中跟郑丽伦登记，这两个假设距离最后走这两个登记，然后到最后一刻，大家会拜托朱主席赶快回来，也许就会往这个方向来进行。那朱立伦就可以继续手上有党主席这个位置。但是慧珍，你看如果讲国民党现在面临到党主席，到底好2028现在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卢秀燕看起来不接，那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对绿营这一次从726、823。然后你讲说，譬如像小笠原欣幸他们在研究台湾所有的政治节，他直接跟你说，那民进党绿营10年优势，现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大家蓝白跟绿，可能蓝白搞不好还有一些，因为在立法院是占多数啊，所以这10年绿营把所有优势全部玩完了吗？当然，小笠原欣幸是从这一次的，就是2次大罢免的结果，还有这次公投出来的票数，然后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我会认为，应该是说这个抗中保台这个议题，还有非核家园这2个议题，过往看起来是在大选，也就是总统级的一个大选的时候，比较会容易彰显出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在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一个跟那个层次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在大罢免的这件事情上，主要原因是你一下子全面性的、没有差别的这样子情况，在外国的分析人或者是外国的媒体眼中，会认为它就是一个执政党对于在野党的进行了一种政治上的攻击。他并不会把它视为是你刚刚提到的抗中保台，就应该是说，我觉得抗中保台这个议题当然是一直在打啦。可是我觉得，因为台湾人很奇怪，就是我们如果是县市长选举，你有没有发现？就没有人会理。对，就一定要拉到总统层级的时候。对，就是在。但到总统层级，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什么抗中保台这个议题好像失效了。其实我不这样觉得。如果说到了2028，你们选出来的国民党所出来的那个所谓的总统的那个候选人，你在两岸的一个路线上，92共识这个议题上，你没有办法有新的说法，你还是过去30几年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不认为一般人会买单但是它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是刚才思刚，显然思刚应该也代表某一些国民党人的心里的想法，就是刚讲那2个议题，一个是抗中保台，一个是非核家园，对不对？思刚显然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会认为说，就直接把能源议题大家来决战，OK， 就永和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需要核能发展。那民进党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采取所谓的非核家园或反核，变成能源议题上大家直接对干？是刚刚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抗中保台这一题你讲对，因为只要到了总统大选集的时候，这一定会拿出来。对，我想国民党大概也已经想好到底该怎么样面对这些，因为不可能每次到总统，真的不能每一次总统大选碰到这个就完蛋啦。对，这就大家变成直接拿出来让所有民众做选择啊。是先讲那个非核家园这个议题哦。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所谓的新型能源，它确实是一个新的选项。而事实上，赖总统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觉得他跟企业界之前他有讲个干净的煤。事实上，那样的说法是跟企业界的说法也是一样，就是说他在这个能源的议题上，我认为赖总统没有一定要抱着所谓的非核这件事情，因为新型能源事实上在欧洲有一些也会认为它是个绿能的一种。他并没有觉得跟以前是有点不太一样，对。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非核家园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让我们本来以为很多人会支持开始导向，我觉得真的是跟那个太阳能光电弊案还有台风之后，你就会发现海上漂啦，什么屋顶啊，全部都是。那现在就我看到那些一大堆的报道者做过好几个专题，坐在彰化那个他们是风扇的那个叫风力发电。你听到阿妈在讲，你真的很可怜。阿妈说：“我规刚在那家，他在洗起来。”对啊。说我塔卡停晚上会有那个声音。对，他除了有声音之外，他说他光是那个看那个转，因为那个太阳一照，它会阴影嘛。说我在那走他坐在家，你跟我塔卡停的。我跟你讲，你听他讲，你真的会觉得很可怜。他说，他们那个是比较老人的村子嘛，他就说不搞我懵这就短，然后一直散，他真的，你看你会觉得，后来我才知道，天哪，原来这些都不用经过所谓的环评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再来高雄大树对不对？大树那个也是啊，也是被为什么人家说高雄这一次不要小看啊，搞不好会被翻天呢？你说2026？对啊，因为那个其实引起当地很多人的民怨啊。为什么人家说高雄这一次不要小看啊，搞不好会被翻天呢？你说2026？对啊，因为那个其实引起当地很多人的民怨啊。刚地连那一个高雄市议员民进党的，他说这件事情我已经检举6、7次了，每次来开单子就是罚款罚更多，就这样。后来你知道高雄市政府真的喊卡，这个案子不行再弄，然后经济部也说取消他的那个执照，就那个山被砍掉，对，那个山头被弄掉，然后越来越大嘛，砍越50几公顷样子。后来是为什么吗？据说是因为柯志恩带人去一次之后，然后就马上喊卡了，因为选举要来，就是是代际夺掉。所以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绿能这件事情，大家本来从所谓的拥抱非核家园到变成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到现在我们那个台风丹纳斯台风造成的一些还在海边啊，那个其实到那边我就觉得，我要是当地人，我一定从此之后我一定不投你们嘛，会造成太多的民怨。那再来就是抗中保台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说人民觉得不重要，而是我坦白讲他已经到了，如果说连有人去拍一个东西都被叫你是中国，对，你是 spy， 对，那个真的触及到很多人的底线，因为我们本来是安居乐业的，而且不要忘记以前是赵少康说你投给民进党你就会有战争啊，怎么现在好像变成是你要投给民进党，所以才不会有战争？就是怎么会把战争这个议题会是民进党要去攻防的嘞？以前民进党是不太去提战不战争这件事，不是吗？是别人把帽子盖在你头上，说只要你投民进党就会有战争哦。怎么会现在是民进党自己跳出来说我跟你讲战争已经马上来了，就在我们旁边，很错乱啊。那现在好，我讲一句不客气一点的，如果我们现在台湾到处都是匪谍，有50万个匪谍，那你就是告诉我民进党执政不力啊，因为过去这8年不是就是民进党执政吗？那你10年，10年了，对，对不起，我后面这1、2年忘了。对，那我的意思是说，那讲到处是间谍的也是你们，执政的也是你们，你会有点让人家觉得错乱嘛？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人民，然后再来，我也不过在这个本节目讲了一次，我不支持那个立法院过半嘛，因为我觉得要监督机制开始一大堆你红统啊，你什么，我比你们所有的领衔人不去中国还久，好不好？我已经10几年没去了，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会对中间的人，或者是中间偏蓝偏绿，会产生极度的反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但是范老师，现在看起来的话，你刚才讲到，其实对民进党现在来讲，清战场不管你说内阁改组，然后包括所有的议题，包括刚刚讲到赖总统讲的未来行政立法之间的互动，因为朝小野大已经是确定嘛，他就是这样子嘛。那你总是施政要往下走，当做所有这些的时候，可是刚刚讲到像小丽人心说的，其实有很多传统上觉得民进党的优势现在已经不在的时候，那民进党未来该怎么办？我觉得政治家跟政客还是不一样。刚才思刚讲说，他不认为赖清德会接受小型核电。我觉得当然过去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不要忘记郑丽君当初还跟着林义雄去全国反核式的这个
徒步嘞，戴着斗笠，的确会遇到党内很大的反弹。但是你要怎么去说服？你要怎么去沟通？同样的，小英的时候要推动这个同婚，党内也被他们骂，长老教会骂，每天骂，怎么可以同？小英要去沟通。同样的，你国民党。你未来面对9·2共识，面对中国问题，你要去跟你的保守派，而且跟洪秀柱、跟马英九沟通。所以我认为政治家就是要去做困难的事情，否则你就是政客，你就是每天收割而已，对不对？收割战果啊，去剪彩做这些事情，要去面对党内的强硬派，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做的事。就我觉得赖清德他必须要去面对党内的反对，他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这是我觉得。赖清德要做的改革，就是要从内部开始做起。那我是觉得台湾民众事实上是有尝试的啦。你今天朱立伦说啊，这个要赖清德立刻释放被政治收押的柯文哲。我先讲一件事情，柯文哲如果真的觉得说我没有拿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邱佩玲的钱，去告邱佩玲，对不对？今天这个小虎哥说，我有给范世平200块，我说我没拿到啊。放心，我绝对不会给范世平。选我。小虎哥太偏心了，太偏心了啊！我还没拿到，你还没拿到。好，这下就是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啊！如果说你没有拿到钱，你要表态，你表态嘛，对不对？对不对？不是，可是。你要去告那个证人说，那个他们是证人呢。对啊，证人出来说有了这件事，而且邱清章那件事情比较大家讨论的是，因为后来他们是小编在柯文哲的脸书上，不是这样，那就人家要送他的。对啊，那个才是大家讨论的重点。对啊，怎么会变成一个民选？不要问民选首长，我每一次只要问现场的民意代表就可以了。市长是收300万，可以吗？怎么可能？市长是收300万，不好吧？不可以吧？对不对？对。可以吗？哪里也不能说，是吗？对，你只要问这样都知道。重点就是在当时他们小编出来那一段的时候，因为那就已经不用承认否认了，他们等于是帮他承认有这件事，只是他的说法是那就人家送他的。对那不林觉安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英柱应该跟他讨回来300万还我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柯文哲的市长办公室一定有2个东西。一个就是保险柜，你要放钱嘛；一个就是点钞机，还放2种，一直是从上面下来的，一种是会摆来摆去那种。对，所以说你还知道有去邮局都会，然后就会用2种给你看啊，他表示没有出错嘛，对。然后这是验伪钞的，验伪钞都不是点数的。然后小橘子都在拿这个灯那边照的，然后10万块弄了一漏，然后绑起来，用那个纸条跟银行一样。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嘛？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低估台湾民众的智商。所以说你还知道有去邮局都会，然后就会用2种给你看啊，他表示没有出错嘛，对。然后这是验伪钞的，验伪钞都不是点数的。然后小橘子都在拿这个灯那边照的，然后10万块弄了一漏，然后绑起来，用那个纸条跟银行一样。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嘛？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低估台湾民众的智商。我觉得朱立伦真的，你去帮柯文哲说他是做政治黑牢。我觉得不必啦。你说陈佩琪讲，我们还可以理解是家属，你国民党不用跟他绑在一起。而且我觉得蓝白合从今天开始就会走向破裂，因为大家都会争地盘，特别是明年的县市议员的提名，我觉得这会非常明显。我直接刚来蓝白合，从今天有人说823投完以后，那国民党该还的人情也还了，因为还在核三研议那块。那范老师说，你们接下来就会破局？我认为不会啦，因为如果是单一席次的话，因为大家有个默契啦，一定会用民调来比高低啦，不会让这个出现说在野分裂，让民进党从中得利的情况。那至于说像议员的部分，我倒觉得这部分就比较难去做这个明文式的一些默契但是你看，以台北市上一次，其实民众党已经有在每一区，但有的区还提2席，比如说我们士林北投，还有这个大安文山还提2席，那大概就最后就4席，所以我觉得民众党也会按照自己的政治实力去推人。那我相信国民党的这些议员们或参选人，大概心里面也有点数啦， OK， 特别在都会区啊。有点是说这些某些区域，像台中市，大概
他也会民众党可能也会有提名不少，当然心里面也会有数啊，会有民众党的这个人来参加这个选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不会在这个县市议员这部分破局，因为这对未来的2026、2028的这些比较高远的目标来说，这个反而是可以控的。来，冠廷，请问一下，对赖总统来讲，除了宣誓讲的那些在未来要清战场的所有这些以外，这2天大家会看到，因为有 po 一张照片是小英总统跟小英前总统跟赖总统，然后包括副总统。那这个画面是有人在讲说要告诉所有人，尤其民党的支持者，民党里面没有什么派系，还有没有什么赖蔡不合啦，什么类似间是要宣誓这样，在这个时候节骨眼抛出这个东西，你们解读会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台派的支持者，曾经投过小英总统的支持者，曾经投过赖清德总统支持者觉得我们大家很团结，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就是其实无论是726或823之后。整个支持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情绪是很低迷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前一任总统跟现任总统2个人可以坐下来，加上副总统，大家聚一聚，聊一聊，我觉得这当然是好事啊。就代表就是说这一张照片就把外界所传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全部都化解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蓝白阵营对，有不少人在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意义啦，以后修图要注意。反光的部分，反光那个镜子要玻璃垫上面，稍微要放个布。萧北群距离那个桌子有点距离，为什么会有角度吧？为什么会有？对，为什么大家会？不是，这代表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很真实，好不好？不是 P 的，不是 P 的，好不好？这真的，好不好？然后但是后来其实有一些来闹啦，像那个民众党陈志涵啊，什么这么好笑？问号，然后32-0吗？结果后来那个被网友虚报了。就是很多人骂他，就你这没有必要来蹭嘛，因为这张照片老实讲，就是让大家觉得前后任的国家的元首，我们的总统，然后大家一起然后为国家努力，然后我觉得这交流这当然是好事啊。但我想回来讲，就是我们确实要随着这几次的投票，然后民进党并没有获胜。我们确实也要更谦虚，我觉得这个是赖总统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跟大家讲的那个基调。那可是我也要提的，就是说有关于核电这件事情，其实赖总统的态度从之前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改变。我们一直，其实从在823之前就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要有几个原则要守，然后我们有一些前提，可是这些前提到此时此刻确实不存在。你说包括核废料要可以解，然后我们的核能要安全，然后等等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讲说新式的核能，有了这个技术，大家再来进行讨论。好，那就算不讲新式核能，我们讲说之前的这一些核1、核2、核3，尤其是核3厂。现在要重新的评估，台电也都出来讲啊，2年之内会做出来，这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代表一部分的民意啊，可是就要讲说所以这个民进党政策就要改变了所以神主牌就怎样，就是没有，因为我觉得主客观条件其实没有改变，但这400多万票还是一个我们要参考的民意。OK， 726结束了，823结束了，那所有的罢免相关的一些议题，包括核3验公投会在823以后全部戛然而止吗？还是像这样的一些的票数，在未来国内不管是朝野之间，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管是对话也好，互动也好，朝小野大的在立法院的局面，确定就是这个样子。而在未来，在赖总统整个施政的过程，包括卓院长在跟立法院之间的互动，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这是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未来所关心的一个重点。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